你吃的不是瓜子，是个时代的崩塌。恰恰瓜子又上热搜了，不是因为新品，不是因为情怀，而是因为暴雷，净利润暴跌 85.86%， 被资本市场用脚投票，社交网络用流量围剿，大众用质疑填满。曾几何时，它是中国人过年、聚会、熬夜、追剧的标配，一包瓜子在手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可以磕出快乐。而今天，国民瓜子的神话正在这个冰冷的夏天里碎成齑粉。一颗瓜子暴露了太多问题。2025年7月14日，恰恰食品发布了半年度业绩预告，净利润近8000万元至9750万元，同比下降 71.05% 至 76.25%， 扣非净利润更是滑到地板下，仅4000万元至5700万元，暴跌幅度高达 79.85% 至 85.86%。这是自2011年 A 股上市以来最惨烈的一次预警。资本市场毫不留情，股价大跌，投资者哀嚎一片，有人甚至发帖称20年坚守国民品牌，却没想到被反噬。而这并不是恰恰的第一次滑铁卢。仅在2025年第一季度，恰恰食品规模净利润同比就已下降 67.88%， 扣非规模净利润下降 73.76%， 毛利率跌破 20% 大关。2024年第四季度，公司营收同比下滑 24.79%， 净利润跌幅也超过 24%。这不是下滑，这是自由落体。你可以说是原材料涨价，但在这场危机背后，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中国传统食品帝国的自我耗损，被成本压垮，被质量拖垮，被消费信心击垮。成本猛涨，毛利腰斩，企业把账转嫁给谁？恰恰不是没挣扎。为了应对成本上涨，公司采取了最直接的办法，涨价。2024年10月至12月，葵花籽市场采购价同比上涨超过 10%。恰恰试图把压力转嫁给消费者，产品售价悄悄抬高。可问题是，中国人的钱包却越来越薄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为 2.6%， 创下近10年来最低水平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 CPI 增速，意味着收入跑不过物价成为新常态。你涨价，我不买。恰恰高估了消费者的忠诚，也低估了中国市场对性价比的残酷拷问。2023年和2024年，恰恰食品的直接材料成本高达40亿元，占营业成本的 83% 以上。重压之下，公司还试图改头换面，更换英文包装，进驻山姆会员店，用高端化试图自我救赎。结果却是消费者愤怒吐槽：你恰恰是外国品牌了吗？包装换了，瓜子还那么瘪，还贵，没人想为一份变味的情怀买单。产品频频翻车，国民品牌崩塌，质量也成为压垮恰恰的最后一根稻草。2010年，青岛市吴先生在超市买了一包恰恰瓜子，回家打开一看，竟然有一只风干的死老鼠。他吓得几天吃不下饭，怒告媒体。图片曝光后，恰恰迅速声明个案，但舆情早已失控。2009年6月，江苏食品安全办公开检测结果显示，恰恰香瓜子被检出过氧化值超标，这意味着食品中油脂氧化，吃多了可能会加速人体自由基生成，诱发病变。即便不治病，也有明显意味。近年来，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瓜子越来越小，越来越瘪，咬得牙疼。更有甚者称，像在开盲盒，一包里边有10几颗坏的。曾经代表中国食品工业荣耀的品牌，现在却成了网友眼中的翻车现场。一场从口碑到利润的雪崩，其实早已埋下伏笔。恰恰的崩塌不是偶然，而是中国中产消费
幻觉破灭的缩影。曾几何时，恰恰把自己包装成中国人都在吃的瓜子，主打中高端市场。广告上写着精选内蒙古大荔葵花籽纯正5香手炒，价格也一年比一年高，最贵的一包甚至卖到40元以上。可是他忽略了一个致命现实：中产正在消失。根据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24显示，家庭年收入10万至50万元的中产群体在2023年首次出现负增长，比例从2020年的 28.9% 跌至2024年的 21.3%。与此同时，负债率却在持续飙升。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在表面体面生活的同时，其实早已入不敷出。中产消费者已经不再愿意为情怀和品牌埋单，而是回归最基本的吃得饱、吃得便宜。恰恰选择的高端化路线，在如今的市场，恰恰是最错误的选择。你可以在山姆超市摆满货架，却发现没人下单；你可以把包装换成洋气英文，却换不回用户的信任；你可以涨价转嫁成本，但消费者只会转头买3只松鼠、良品铺子，甚至杂牌散装货。其实恰恰不是孤立，整个中国零食行业正经历一场寒冬。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据，2025年中国休闲零食行业整体营收增速已放缓至 3.2%， 而2020年增高达 11.5%。其中，线下渠道大面积萎缩，电商平台流量红利消失，社区团购冲击严重，传统零食品牌集体难产。来看几个案例：3只松鼠2024年净利润同比暴跌 94.49%， 公司甚至公开称未来将关闭超100家门店，2025年 Q1 继续亏损。良品铺子2025年 Q1 营收下滑 22.3%， 毛利率连续3年下降。资本市场用脚投票，股价腰斩。盐津铺子曾主打高端辣条的它，也在2025年被爆出库存积压严重，营销支出大幅压缩。中国的零食行业正在从全民狂欢走向集体冷却。归根结底是消费降级、信心断崖、时代转向。中国老百姓在经历了楼市暴雷、股市不振、就业失衡之后，正重新定义吃的意义，不再追求品牌光环，而是回归量大便宜。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6月数据，全国城镇居民食品饮料月支出同比下降 3.4%， 首次跌破2019年疫情前水平。你可以理解为大家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恰恰瓜子、3只松鼠、良品铺子，这些曾经站在风口上的猪，如今成了被现实打落尘埃的断翅飞鸟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如今在中国社交网络上，越来越少人晒高端零食，越来越多人在推荐散装平替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曾经排队买的山姆爆款零食，现在在拼多多100亿补贴里清仓甩卖？你有没有发现，连吃瓜子这件事都成了一种奢侈？2025年是消费信心全面下挫的一年，是老百姓被教育别乱花钱的一年，也是无数品牌暴雷的分水岭。恰恰只是这条断崖上的一片雪花，它跌倒的背后是整个制造信仰破产的中国快消行业。当人们不再相信品牌，当消费力跌落到尘埃，当中产自顾不暇，所有靠情怀和包装构建起来的帝国注定坍塌。一包瓜子割裂了2个时代。1999年，恰恰瓜子年销售额3000万，那是一个电视广告就能带来信任的年代。2001年，恰恰在央视砸下400万，第2年营收突破4亿，那是一个品牌及王道的黄金时代。2025年，恰恰净利暴跌 85%， 有人在山姆门店吐槽贵得离谱，有人在社交平台调侃恰恰正在自杀式涨价，有人在财经圈感叹又一个国民品牌塌房。
一包瓜子割裂了中国的两个时代，一个是疯狂膨胀的消费主义幻想，一个是残酷清醒的衰退现实。国民品牌没落了，传统企业躺平了，老百姓冷静了。我们终将告别那个哪怕负债也要买恰恰、买山姆、买进口坚果的阶段，走向一个多一颗瓜子都要斤斤计较的时代。恰恰的暴雷不是意外，而是提醒，中国的消费故事已经讲不下去了。